这也太错了！往破袋子塞把烂草，竟传送出个正在洗澡的绝色女修。流氓，淫贼，闭上你的狗眼！我操，误会！姑娘，你听我解释，这都是那破袋子干的。狂风将木门吹得嘎吱作响，我和师弟在坐在大堂里擦拭着兵器。师弟，你说这鬼天气还能有还吗？眼看又要月底了，我兜里连半块下品灵石都掏不出来了。师兄，修仙之人怎可因外物乱了道心？只要我的枪够快，炼气期内我无敌。我问的是灵石，没灵石你和西北风练功啊？现在灵石都灵石。我易自然，炼气巅峰，干活最多，遇事冲在最前头。师弟秦昊，炼气巅峰，是个脑子里只有修炼的一根筋舞痴。师妹林燕，炼气中期，日常负责拨弄算盘管账，顺带掌管后勤。师姐柳如烟，结丹中期，一袭红裙，妖娆动人，脾气却异常火爆，是我们镖局的绝对门面。至于镖局的定海神针，则是我们的师叔陈清源，结丹巅峰的大高手，只差半步便可碎丹成阴。别看他平日里看着仙风道骨，却总爱背着人捣鼓些旁门左道。正想得出神，大门突然被一股巨力撞开，砰！一个黑衣人跌跌撞撞地扑了进来。他身上的夜行衣被利器割成了一条条破口，深可见骨的剑痕纵横交错，鲜血混着雨水淌了一地，气息微弱到了极点。还没等我和秦昊反应过来，那人抱在怀里的一个贴满暗红色封印符箓的玄铁匣子，咣当一声砸在了桌子上。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宋彪，神风国都城一宝阁，筹集10万下品灵石。话音刚落，他双眼一翻，彻底昏死了过去，只剩下气若游丝的呼吸。10万灵石，听到这个数字，后堂的门帘被猛地掀开，师姐柳如烟快步走来，紧接着师妹林燕和师叔陈清源也闻声赶到。10万！师妹林燕手里的算盘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眼睛瞪得浑圆。师姐柳如烟快步上前，看了一眼地上的惨状和那个透着诡异气息的玄铁匣，秀眉紧蹙。叔叔，这钱烫手啊！能出10万灵石托运的镖，追杀的人恐怕根本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师叔陈清源盯着那个玄铁匣，眼中却闪过一丝狠厉。接了，富贵险中求，干完这一票，够你们几个安安稳稳修炼到结丹期。咱们不仅要接了，还得保住小命。丫头，去把地窖里积攒了10年的老本全取出来。今晚去地下黑市。林燕心疼得直哆嗦，死死捂着腰间的钥匙。全取？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棺材本了。命都没了，要棺材本有屁用？我们果断摸进了小镇边缘的地下黑市，进行了一场大采购。因为这趟水太深，没点底牌绝对走不到神风国。在黑市里，师叔简直像变了个人，疯狂撒币。这4品疗伤圣药，还魂生骨丹，买了。这件光滑内敛的极品灵宝，七彩吞云葫芦，包起来。师叔，这破洞马甲也要3000灵石，你被坑了吧？小兄弟不识货，这可是中品星宝，虽然看着破，但里面残存的阵法，关键时刻能硬刚元婴期老怪的全力一击。买了，这张功符和神力符也一并拿上。看着师叔如此阔绰，秦昊盯着兵器摊，眼睛发绿。师叔，咱们几个练气期的兵器是不是也该换换了？于是，在一番精挑细选下，我们又拿下了饲养家伙。师叔，那我就这个狼牙棒吧。师叔，我要这个饮血赤龙刀。削铁如泥的追风夺命环，暗藏剧毒冰破针的千机毒骨扇。瞧你们全部买下，快走！等从黑市出来时，我们几个身上可谓是挂满了零碎。呼呼，我左手拎着1000斤重的狼牙棒，右手抱着七彩葫芦，连走路都直喘粗气。不行啊，师叔！我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咱们这副打扮走去神风国，明摆着告诉那些劫匪，咱们是一群肥羊啊！自然说得对，可是储物袋这种空间法器，向来只有大宗门的核心弟子才配怂有，市面上根本有价无市。哼，皇上不就是个储物袋吗？你师叔我早些年对炼器也颇有心得，配合这本古籍，给我3天时间，师叔给你们1人炼制一个。接下来的3天3夜，镖局后院成了人间炼狱。时不时有灵气爆鸣声响起，或则五彩斑斓的诡异毒烟直冲云霄，夹杂着师叔疯狂的咳嗽声和狂笑声。他披头散发的守在炼丹炉前，反反复复对比着残卷里的口诀。到了第3天傍晚，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闷响，后院的炼气炉顶盖直接被炸飞。满脸焦黑的师叔从浓烟里冲了出来，手里高高举着一个小巧的布袋。成了，老夫成了！寻常宗门大派的储物袋出炉都是仙气飘飘，但师叔手里这个东西表面竟然噼里啪啦的缠绕着紫色的诡异电弧。
当师叔得意洋洋地打开袋口向我们展示时，里面不仅没有白光，反而有一股浓郁的黑烟呼呼地往外冒。即便冷却了半个时辰，师叔，你确定这东西装进去的法宝，拿出来的时候还能用吗？休要胡言！此乃大道反破归真之下。师叔大手一挥，不由分说地将我们买来的丹药以及那一堆符状武器一股脑地塞进了那个冒着黑烟的袋子。当时大家都沉浸在即将发大财的喜悦中，谁也没有多想，大不了也就是空间小岛，迈向难看点，能出什么大乱子？直到10几天后，在风息谷的生死关头，当我满怀希冀地把手伸进这个冒黑烟的储物袋时，我才明白，我们究竟带着一件多么离谱的东西上了路。出发前夜，师叔将那贴满符箓的玄铁匣子重重磕在桌面上，紧接着又把那还在呼呼冒着黑烟的储物袋扔在一旁。师叔突然转身，目光灼灼地盯着我们。我不跟你们走。什么？这趟镖牵扯太大。我是结丹巅峰，在那些老怪物眼里就像黑夜里的火把。我若离阵，他们立刻就会猜到镖已经转移了。您的意思是，您留下死当诱饵？对，师叔重重点头。聪明。自然，你过来。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往后缩了半步，但还是硬着头皮挪了过去。这镖，你贴身保管。我？师叔，我才练气期啊！师叔没有理会我的抗议，目光依次扫过众人。是结丹期，遇到劫袭，他是绝对主力，必须时刻保持全胜，不能分神互保。秦昊是个只懂硬碰硬的莽夫，灵验修为又太浅。最后，师叔的大巴掌重重拍在我的肩膀上，拍得我龇牙咧嘴。你小子机灵，练的又是横练功夫，皮糙肉厚最抗揍，你不背谁背？行，我背。我苦着脸认命，正准备伸手去接那个冰冷的铁疙瘩。还有这个也一并给你，咱们买的保命丹药、符篆和法宝都在里面。你反正是个挨揍的护盾，干脆连全队后勤一起兼了。我嘴角狂抽，低头看着怀里的破袋子，我咽了口唾沫，伸手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师叔，这真的不会影响我跑路的速度吗？此乃大道反破归真，少废话。师叔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顺手又塞给我几张隐秘符。拿好，人在镖在，哪怕跑断腿，也要活着爬到一宝阁。就这样，在师叔的掩护下，我们4人趁着夜色悄悄溜出了小镇。沿途为了掩人耳目，我们不敢御气飞行，只能依靠脚力在深山老林中穿梭。每经过一个凡人集市，我们都会采买一些寻常的止血草药和干粮，随手塞进那个冒黑烟的储物袋里。小二，拿好钱，饼给我。直到半个月后，我们踏入了通往神风国的必经之路——风息谷。这里常年罡风呼啸，两侧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劈。就在我们以为能顺利通过时，前方峡谷的巨石上，不知何时多出了3道宛如鬼魅的黑影。没有任何废话，中间那道黑影冷哼一声，一股属于结丹期的恐怖灵压瞬间如同大山般压了下来。师姐柳如烟娇喝一声：“结丹期！”散开！结丹中期的灵力轰然爆发，他脚尖点地化作一抹刺眼的金光，毫不畏惧地迎难而上，硬生生将那为首的黑衣人截在了半空。而剩下的2名黑衣人则如同闻到血腥味的恶狼，一左一右裹挟着炼气巅峰的狂暴杀气，朝我和秦昊猛扑过来。秦昊大喝一声，周身金色的护体罡气猛然撑开，长枪如蛟龙出海，直刺左侧杀手咽喉。而右侧那人手中重刀拖在地上，带起一路火花，到了近前猛地跃起，带着泰山压顶之势朝我当头劈下。我双手青筋暴起，抡起重达1000斤的碎山狼牙棒，由下至上迎着刀锋狠狠砸去，震耳欲聋的金铁交击声在峡谷中炸响，肉眼可见的气浪将地上的碎石瞬间掀飞。这一击我拼尽了全力，不仅硬生生挡下了他的攻势，还将他连人带刀砸得倒飞出半丈。但我自己也不好受，双臂被反震的一阵剧烈的酸麻，虎口直接崩裂，鲜血瞬间染红了棒柄。点子扎手，别大意！秦昊一枪逼退左侧敌人，迅速与我背靠背站定。对方不愧是专职杀手，一击不中，立刻改变战术。2人犹如鬼魅般穿插走位，刀法没有任何花哨，专挑我们招式的就力刚去。心力未生之际下手，刀光交织成网，杀机四伏。不过短短10几个回合，局势便急转直下。左侧黑衣人拼着挨秦昊一枪尾的代价，一记贴地横斩，硬生生撕裂了秦昊引以为傲的护体钢琴。秦昊闷哼一声，大腿被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踉跄后退，一直游走在视觉盲区试图牵制的师妹。灵燕急了，挥舞着短刃想去保卫，却被右侧黑衣人一记凌厉的回马刀扫中肩头。他发出一声惨哼，脸色苍白地摔向战圈边缘。他娘的！真当老子是软柿子！眼看秦昊和灵燕接连负伤，我咬牙咽下涌上喉头的腥甜，不管不顾地将体内所有灵力全数灌入双臂。我大吼着抡起狼牙棒，放弃一切防御，用完全是一命搏命的打法，狠狠朝身前杀手的重刀砸去。2件重兵器死死架在一起，擦出刺眼的火花，2人瞬间陷入了短暂而致命的绝力僵持。就在我快要顶不住对方刀刃上传来的千钧巨力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极其细微的波动。柳如烟师姐不知何时借着我高大身形的掩护，如青烟般贴到了我身侧。这2人实战太强，硬拼非死即伤。你把黑市买的那张功符给我，我来破他们的罩门。
我心中一凛，余光瞥见师姐的身形已经开始如水波般渐渐融入阴影，立刻会意。我发出一声怒喝，猛地撤回狼牙棒，再次狂舞而出，摆出一副要与对方玉石俱焚的架势，将黑衣人的注意力全数吸引到我这边。与此同时，我单手迅速探入腰间，那储物袋刚才在混战中似乎被刀气波及，此刻正往外冒着丝丝黑烟。我在袋中飞速摸索，可指尖传来的触感却极为陌生，没有符纸那种特有的粗糙与朱砂的微色，反而摸到了一个冰冷坚硬且透着刺骨寒意的东西。眼看师姐的身影已经在黑衣人侧后方隐约浮现，时机稍纵即逝，根本来不及细看。不管了，保命要紧！我猛地将那物件抽出，借着挥棒转身的掩护，用尽全身万力隐蔽地朝着师姐隐秘的方向掷去。半空之中没有亮起符箓应有的微光，那东西化作一道沉甸甸的暗影，悄无声息地没入了阴暗的角落。啪的一声轻响，隐在暗处的柳如烟师姐一把攥住了飞来的物件，可掌心传来的触感却让她猛地一愣。没有符纸的轻薄，更没有朱砂的微色，入手是一节冰冷沉重的金属连梗，顶端还缀着一颗婴儿拳头大小、浑圆紧闭的黑铁连包。这根本不是什么功夫，但此时生死一线，局势千钧一发，根本容不得他犹豫。凭借着极强的战斗本能，师姐一咬银牙，单手紧握连梗，将结丹期的浑厚灵力如决堤之水般疯狂灌入手中。这奇异的物件内，灵力灌入的刹那异变陡升，那颗原本死寂的黑铁连包突然发出一声清越的狰狞，宛如沉睡的远古凶兽骤然苏醒。紧接着，那紧闭的黑色金属花瓣竟如真正的荷花一般，层层叠叠、迅猛无比地向外舒展开来。伴随着花瓣的层层绽放，原本暗淡无光的莲台轰然爆发出流光溢彩的璀璨霞光，五颜六色的灵芒交织流转，化作一圈圈肉眼可见的灵力涟漪，激荡开来，生生将这昏暗逼仄的风息谷映照得宛如仙境，却又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致命杀机。感受着这股突如其来的磅礴威压，正准备施展杀招的黑衣首领泰然转头，待看清师姐手中那光芒万丈、完全盛开的金属莲花，他瞳孔骤缩，天命鬼莲！唐门失传见到了最恐怖的死神，唐门失传100年的镇神三重宝，怎么会在你妹们手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轰！璀璨的霞光中心，那盛开的莲蓬深处猛地亮起刺目的翅芒，下一瞬，数十根缭绕着幽冥业火的连须长针，如同暴雨梨花般从莲台内爆射而出，在半空中拖拽出数十道绚烂而致命的火流星。那名正举刀朝我劈下的结丹巅峰黑衣人，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他那引以为傲的护体真气，在这摧枯拉朽的火雨面前，宛如薄纸般被瞬间气化。数十根烈焰长针毫无阻碍地贯穿了他的躯体，恐怖的火灵力轰然爆发，将他整个人死死钉在了后方的悬崖峭壁上，眨眼间便烧成了一股随风飘散的黑灰。剩下两人见状肝胆俱裂，哪里还顾得上抢夺什么玄铁匣？对视一眼后，竟然毫不犹豫地燃烧精血，化作2道血光，疯狂遁逃出了风息谷。此际，峡谷内只剩下狂风的呼啸声和我们粗重的喘息声。师弟和师妹惊魂未定地互相搀扶着，而柳如烟师姐则从阴影中显现出身形，她手里拿着那朵已经合拢的鬼莲，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戒备。危机总算是过去了，我们在谷底找了个隐蔽的山洞，开始吞服丹药运功疗伤。深夜篝火在山洞里摇曳，我正盘膝打坐，一阵诱人的幽香飘来。柳如烟师姐悄无声息地坐到了我身边，手里拿着那朵千命鬼莲，声音压得很低：“玉自然，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是你师弟啊！我一头雾水。少装蒜！这千命鬼莲乃是蜀中唐门100年前失窃的绝世杀器，你怎么会有？难道你就是那个传闻中隐姓埋名的神偷大盗？师姐，我连御剑都不会，怎么去偷唐门重宝？这东西是从储物袋里拿出来的？不可能，储物袋里装了什么我一清二楚。师姐根本不信，你一定是为了掩饰身份。你不信是吧？百口莫辩之下，我一把扯下腰间的储物袋，将袋口朝下，我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出来给你看。猛地一抖，哗啦啦，伴随着一阵黑烟，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砸在了地上。4品丹药、7彩葫芦、破烂防具都在。然而就在这些正常的法宝堆里，夹杂着几件十分扎眼的物品。那是一件大红色的丝绸肚兜，上面用金线绣着戏水的鸳鸯，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脂粉香。紧接着掉出来的是几件薄如蝉翼、造型极其暴露轻浮的异域纱裙，仿佛某种供人取乐的戏服。山洞里的空气突然安静的可怕，我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那件红艳艳的绣花肚兜，篝火跳动，师姐紧紧盯着地上的物件，整个人僵在原地。她下意识伸手去捡，可指尖刚碰到那丝滑的料子，就像触电般猛地缩了回去。她的脸颊疼得一下红到2分，连雪白的脖颈都泛起了一层粉色异物。师姐咽了口唾沫，要是换作平时，她早就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了。可现在，她举到半空的手硬生生拐了个弯，极其局促地揪住了自己的衣角。她声音发颤：“易自然，你小子兜里居然揣着这等女孩的贴身衣物，难道你还是个淫贼？”师姐，你听我解释，这东西真不是我的。不是你的，难道还能是长了腿自己跑进去的？师姐习惯性的拔高音量想发飙，可话刚出口，她似乎突然联想到了什么，眉头微皱。她看了看地上的肚兜，又看了看满头大汗的我，她脑子飞转。不对，自然天天待在镖局当苦力，哪有时间去当淫贼？如果不是偷的，难道是这次下山走镖
偷偷在黑市里买的。想到这里，师姐平时那股子火爆霸气的劲儿瞬间漏了个干净，她眼神顿时慌乱起来，紧紧咬着红唇，连连后退了半步。咱们这趟走镖，女修就只有我和小师妹，小师妹还没长开，你难道这些根本不是你偷的，而是你专门买来的？真不是啊！你闭嘴！你若是真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大可直说。咱们修仙之人没那么多讲究，可你偷偷买这些轻浮之物带在路上算怎么回事？你难不成是买着想送给我的？我冤枉啊！这真的是从储物袋里掉出来的。当徒子，敢做不敢当，我不听！师姐捂着滚烫的脸颊，仿佛踩到尾巴的猫，红着脸落荒而逃，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原地，欲哭无泪，看着满地的狼藉、4品丹药、7彩葫芦和散落一地的破烂防具，旁边还静静地躺着那件惹祸的红肚兜和那朵要命的唐门重宝。我脑子里猛地闪过一道闪电，白天在风息谷生死一线时，我明明要去摸黑市买的功夫，结果掏出来的却是这朵千命鬼莲，而现在我沿途随手采买。用来掩人耳目的寻常止血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这些足以让我身败名裂的女子衣物。将这2件诡异的事情串联在一起，再看着旁边那个依然在往外冒着丝丝黑烟的储物袋，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根本不是什么正经储物袋，这是一个会吃东西的空间盲盒。吞掉一件，再随机偷换一件不相干的吐出来。我看着地上的丹药和极品灵宝，绝望地抓了抓头发。既然这破袋子会吃法宝，那我干脆自己贴身带着。可是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掐灭了。不行，血衣门的杀手还在外面像疯狗一样搜血。我一个练气期，要是左手拎着重达1000斤的狼牙棒，右手抱着流光溢彩的7彩葫芦，身上再挂满瓶瓶罐罐，在山林里狂奔，那活脱脱就是一个移动的极品宝库。恐怕还没碰到血衣门，我就先被路过的劫匪给大卸8块。除了这个破袋子，我根本没有别的空间法器可以用来掩盖法宝的气息。他大爷的！老子算是上了贼船了！我也只能咬牙，小心翼翼地把4品丹药和极品灵宝放进袋子最深处。为了防止这破玩意儿把我们的保命底牌给偷梁换柱，我必须摸清它吞噬的规律。保命底牌全没了。第一天清晨，我偷偷揪了一把路边的狗尾巴草，刻意塞进了袋子最外层、最容易被拿到的位置。到了第3天夜里，狗尾巴草果然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生锈的反铁菜刀。我靠，狗尾巴草变菜刀，这破袋子的脑回路也太清晰了吧！半个烧饼变成半只烧鸡。直接整出个腰手腿骨。这半个多月，我一边要提防杀手的追击，一边并记录置换规律，同时还得承受师姐那令人窒息的特殊关照。自从山洞内往后，师姐像变了个人，总会有意无意的凑近，指尖不经意的拂过我的肩膀。到了晚上露宿荒野，更是理直气壮的说害怕妖兽偷袭，非要贴着我休息，偶尔还用余光偷偷瞄我。就这样的诡异气氛中，我们终于走出了大荒，看到了神风国都城那巍峨的城墙。为了避人耳目，我们在城中找了一家最偏僻的客栈住下。今晚，我必须向师姐证明我的清白，把这个冒黑烟的储物袋的秘密原原本本地解释清楚。必须原原本本解释清楚。师姐，歇息了吗？何事？有点修炼上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姐。稍等，我晚点过来找你。客栈内，屋内烛火摇曳，听到我的邀请，柳如烟师姐推开门走了进来。我直接愣住了。此时的师姐不仅换上了一身极其修身的素雅长裙，连平时高高竖起的长发都温婉地披散在肩头。她微微低着头，那张绝美的脸上飞起2抹红晕，眉眼间全是平时绝不可能见到的娇羞与期待。她走到桌边坐下，甚至还局促地搅着衣角，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自然，大半夜单独叫我来你房间，是不是终于想通了？对，师姐，我今天必须把咱俩之间的事情彻底弄个明白。师姐猛地抬起头，你终于肯像个爷们儿一样开口了，说吧，只要你敢说。我好似没听她后半句话，一把扯下腰间那个冒着黑烟的储物袋。这一切全是因为这个破袋子。师姐脸上的红晕僵住了，笑容也凝固在了嘴角。她看着那个冒黑烟的麻袋，又看了看满脸激动的我。大半夜叫我来，就是为了给我看师叔练的这个破烂？这不是破烂，这是个会偷天换日的邪门玩意儿。我急得满头大汗。只要按顺序往里放东西，他每天就会吞掉一件，然后再吐出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不信你看。我深吸一口气，用力一抖，哗啦，伴随着浓郁的黑烟，最先掉出来的是我白天随手塞进去的几捆寻常止血草和几张破损的低阶黄纸符。师姐皱了皱眉，这有什么奇怪的？别急，别急，马上就不正常了。我的话音刚落，黑烟猛地一阵翻滚，紧接着一堆女士衣物劈头盖脸的砸在了桌子上，有几近透明的娇小轻纱，
有带着毛茸茸狐妖尾巴的奇特腰带，甚至还有几件布料少得可怜，用细细皮绳连起来的异域皮甲。师姐看着满桌子造型夸张的私密衣物，先是一愣，随后脸颊再次腾地，一下红透了。只不过这次不是娇羞，而是羞愤。你自然！师姐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桌子上的东西。就算有这些下流的癖好，想让我穿，也不用拿这种低劣的借口来掩饰。你当我是什么人？我吓得魂飞魄散，连连后退。不是啊，师姐，我冤枉啊！拼命指着还在剧烈震动的储物袋，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话。这真不是我放进去的。那冒着黑烟的袋口突然发出一阵咔嚓声，周围的空间在一瞬间发生了极度扭曲，甚至隐隐闪烁起黑色的裂缝。下一秒，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个巨大的阴影从那小小的袋口硬生生挤了出来，重重地砸在客栈房间的正中央。木板被砸得碎裂塌陷，大量温热的水花四溅而出，滚烫的白色雾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我和师姐同时愣住了。那竟然是一个由极品金丝楠木打造的巨大浴桶，水面上飘满了珍贵的5阶灵药花瓣，而浴桶中央正坐着一个不着寸缕、肌肤胜雪的绝色美女，她手里还拿着一块用来擦拭香肩的丝帕，头上湿漉漉的长发贴在锁骨上，整个人呈现出呆滞状态。死寂，客栈的房间里只剩下水珠滴落的吧嗒声。我瞪大了眼睛，大脑彻底宕机，师姐也张大了嘴巴，彻底石化。浴桶里的美女缓缓转过头，看看手里擦澡的丝帕，又看看呆若木鸡的师姐，最后将目光锁定在站在浴桶正前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的我身上。3息之后，美女周身猛地爆发出一股结丹出气的强悍灵力，水花化作无数利刃，铺天盖地地朝我射来。你听我解释，这都是那破袋子干的！我慌乱地挥舞着双手，连滚带爬地躲到桌子底下。师姐终于从惊呆中回过神来，她看了看那个浑身湿透的无辜美女，又看了看满地的透明轻纱和那个还在冒黑烟的储物袋，终于意识到我刚才说的不仅是真的，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要跟她表白的意思。期待落空的羞恼，加上眼前这荒诞的一幕，让师姐彻底暴走了。还不快滚出去！然后一脚踹在我的屁股上，直接将我连人带门板一起踹飞到了走廊上。砰！房门被重重关上，顺带还拍上了一张极品隔音符。我揉着快要断成2截的老腰，坐在人来人往的客栈走廊上，欲哭无泪。足足过了1个时辰，房门才开了一道缝。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的师姐将我一把拽了进去。屋里的浴桶已经被收走，那位神秘的美女换上了一身师姐的备用道袍，正红着眼眶坐在床榻边，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飞剑，看我的眼神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经过师姐和这位美女在屋里的一番亲切交流，师姐，我真的没有说谎，不信你们看看我的记录本。师姐，我真的没有说谎，不信你们看看我的记录本。加上我那本密密麻麻的盲盒测试记录，事情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我指着记录本上画的那些圈圈画画，咽了口唾沫。师姐，你看，我放进去的草药、符纸全都不见了。可每次我伸手去掏，想拿原本的东西时，摸到的却全是陌生的玩意儿。我就像是在一个看不见底的大缸里瞎摸，捞出来什么全凭运气。师姐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复杂地看向我手里那个储物袋，她将我的记录本地上的衣物以及那位偃月宗内门弟子的遭遇串联在一起，脑海中猛地闪过一道灵光。所以，师姐倒吸了一口凉气，指着那个冒黑烟的袋子，声音都在发抖。你是说陈清源根本不懂空间折叠，他把这袋底直连了空间裂缝。空间裂缝？对，你放进去的物品其实全都掉进空间乱流里丢失了。你伸手取物时，手其实是通过裂缝随机伸向了修仙界的某个角落。所以我拿出来的这些东西，不是袋子变的，是我亲手从别人的宝库里、女子的房间里盲抓出来的。没错，你伸手一捞，抓出了唐门失传100年的重宝，再一捞，顺走了别人的贴身肚兜。刚才你用力一倒，相当于空间裂缝瞬间开大，直接连盆带人全给薅过来了。完了，偷盗唐门重宝，绑架大宗门女弟子，师姐，咱们现在岂不成了整个修仙界正邪2道通缉的头号公旗了？出乎我的意料，师姐原本因为羞愤而涨红的俏脸，此刻竟然浮现出一抹极其狂热的神采。她一把抢过储物袋，像是抚摸着什么绝世珍宝。师弟，你是不是傻呀？这明明是一本万利的隔空探云手啊！功法、灵草、神兵全能白嫖过来，只要运气好，咱们要发大财了！无视任何宝库的禁制，无视空间距离。只要你运气好，顶级宗门的功法、万年灵草、绝世神兵，全都能被咱们一伸手白嫖过来。我操！
我被师姐的脑回路彻底震惊了。师姐，但仔细一想，你的意思是，咱们能靠这个发财？废话，咱们长风镖局穷了这么多年，连块下品灵石都要掰成2半花。现在有这么神奇的宝物在咱们手里，不用简直是暴殄天物。自然，等咱们把这镖交到异宝阁，拿了钱撇清了干系之后，若是这玄铁匣子他自己不小心又掉进了空间裂缝，被这袋子不小心给捞了回来，那可就怪不得咱们长风镖玉局了，对吧？师姐，你这心也太黑好了吧！就在我和师姐沉浸在即将暴富的狂想中时，角落的床榻上突然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你们2个疯子！”我们俩齐刷刷的转头，这才想起来，屋里还有个活口，那位被强行薅过来的偃月宗内门弟子穆清雪。此刻穆清雪紧紧裹着师姐的道袍，手里攥着飞剑，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2个变态。那可是异宝阁，阁主乃是元婴期大能，你们不仅当众绑架我，居然还想用这个邪物去黑吃黑，你们知道字怎么写吗？哎呀，差点把你给忘了。师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一把揽住穆清雪的肩膀，一把匕首贴在了她的后腰上。这位妹妹，你刚才都听到了？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见。我洗澡水进脑子了，我现在就走，绝不乱说。晚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那就只能委屈你跟我们走一趟了。若是这趟镖出了岔子，你就是我们的护身符。我堂堂偃月内门弟子，谁是你们的保命符？少废话，子时风阁，时辰快到了。秦昊、林燕，别睡了，抄家伙，咱们去异宝阁交镖。客栈走廊里2扇房门同时砰的一声弹开，秦昊提着长枪，林燕抱着算盘，两人冲了出来。当他们看到我们身后出现的穆清雪时，两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师兄，咱们这客栈还有通房丫头？偷你个大头鬼！这是咱们的护身符，带上家伙，走。此时距离子时风阁已不足半个时辰，我们在寂静的青石长街上狂奔，眼看穿过前面那条主街，穿过前面那条主街，我们就快到异宝阁了。不好，四周的温度怎么回事？长风镖局的各位，一道阴冷沙哑的声音从头顶的牌楼上飘下，紧接着3道浓郁的血色雾气如同鬼魅般拦住了去路。雾气散去，露出了3个身穿血袍的杀手。大半夜的，急着去哪儿啊？是血衣门。血衣门，还真是阴魂不散呐！秦昊怒吼一声，长枪一横，护体罡气瞬间爆发。交出补玄铁匣，本座不为难你们。血袍老者根本不废话，枯瘦的五指成爪化作漫天血色爪影。没时间缠斗，秦昊开路，边打边往前冲。偃月宗的内门弟子是吧？想活命就赶紧出力，我们要是死了，第一个拿你垫背。你们这群疯子，我招谁惹谁了？穆清雪委屈的直掉眼泪，结丹初期的灵力轰然爆发，一个月牙状法宝悬浮在头顶，硬生生逼退了右侧杀来的那名炼气巅峰杀手。一时间街面上灵气激荡，金铁交击声不绝于耳。我们5个人组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阵型，秦昊和穆清雪在两侧苦苦支撑，师姐在正前方劈开血雨，而我和林燕则被护在中央，顶着漫天散落的刃气，一步一步艰难地朝着异宝阁的方向挪动。但结丹后期的老怪物实在太强了，不过10几个回合，秦昊的护体罡气便被抓碎，闷哼一声退了半步。穆清雪也是俏脸惨白，灵力渐渐不支。眼看距离异宝阁的大门只剩下最后一条百丈长街，那血袍老者却突然暴起，浑身血光大作，准备发动致命一击。我知道再这么耗下去必死无疑，我深吸一口气，将体内的所有灵力全部汇聚于胸腔，扯开嗓子。去你大爷的！长风镖局奉命送镖，10万灵石的重宝在此。血衣门在你们异宝阁的大门口打劫，你们异宝阁的规矩还要不要啦？庶子，坏我等好事！轰！异宝阁2楼一道紫金色的流光如同瞬移般跨越百丈巨楼，重重地砸在我们与血衣门杀手之间的青石板上。来人是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中年人，负手而立，他身上没有丝毫灵力外显。异宝阁门前也是尔等放肆的地方。元婴大能！哼，长风镖局带着镖跟我见面。踏入异宝阁的大殿，
就感受到了什么叫财大气粗。整座大殿的地面都是由极品灵玉铺就，四周的阵法流转着令人心悸的光芒。大殿正中央，一宝阁阁主正端坐在太师椅上，他没有散发任何威压，但坐在那里就仿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我强压下狂跳的心脏，此人正是一宝阁的阁主。长风镖局易自然，奉命送达。阁主并没有急着去看那个匣子，而是微微抬起眼皮，那双深邃的老眼在我们几个人身上一一掠过，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轻蔑。长风镖局，没听说过。阁主的声音不急不缓，却带着极强的压迫感。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趟镖，本阁一直是在等鬼手送来，如今人没来，东西却落在你们几个炼气期和结丹初期的娃娃手里。怎么？是你们路上见财起心，宰了鬼手，拿着这玄铁匣来我一宝阁换赏钱了？此话一出，大殿内的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陆清雪吓得一哆嗦。阁主明鉴，我们长风镖局开门做生意，讲的是信用，是那位前辈身负重伤，才向我们托付了此物。我们这一路险讲还生，拼了命才把镖送到您这儿。信誉，几个边陲小镇的底层散修，也配在老夫面前谈信誉？若不是这玄铁匣上的阵法，连接丹后期都打不开，恐怕里面的东西早被你们倒卖了吧？你！他屈指一弹，玄铁匣上那道暗红色的封印符箓瞬间化作飞灰，啪嗒一声，匣子开启。行了，老夫不管你们是杀人越货，还是真如你们所说。阁主拿起龟甲端详了片刻，见物品却无损伤，脸上这才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他随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将一个流光溢彩的储物袋扔在地上，发出叮当一声脆响。10万下品灵石，拿了钱，立刻滚出一宝阁。老夫今夜要闭关参悟此宝，没空留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散游过夜。欺人太甚！老子们拼了半条命送来的东西，他连口水都不给喝，竟然还把我们当成马贼！角落里，穆清雪依然裹着道袍，瑟瑟发抖，不敢出声。而师姐柳如烟原本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的脸色，此刻却突然如冰雪消融般绽放出一抹疯狂的冷笑。她随手拍上3张最高级的隔音符，然后转过头，盯着我腰间那个还在酷酷冒着黑烟的储物袋。师姐，你笑得我有点害怕。自然，那老不死的元婴怪既然认定我们是贼，那咱们要是不偷点什么，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你想干嘛？我悄悄在上面留了咱们长风的灵气影子，只要塞东西进去，就能从裂缝里随机抓东西。是能抓，但那是随机的，简直就是个大盲盒，抓出什么全凭运气，我也控制不了啊！控制不了，那就拿数量去堆，想办法硬生生跟那条裂缝沟通上。你们2个，立刻去外面的夜市，把那些最便宜的破铜烂铁、低阶黄纸，甚至是路边的石头，能弄多少弄多少，给我弄几大麻袋回来。师姐，你买一堆垃圾干嘛？拿来喂它。那老怪物不仁，就休怪咱们不义。今晚不睡了，拿便宜货疯狂喂这个袋子。你们负责往里塞垃圾，我用灵气引子强行引导空间裂缝的方向。师弟，就算抽1万次，就算把这神风国都城的垃圾全塞进去，老娘今晚也要把一宝阁的宝库给他连地库一起抽签！